你好，欢迎打开蔡玉商业参考3，我是蔡玉。2024年618结束之后，电商行业里传出了一种极度悲观的声音，这会不会是最后一届618？这么悲观是因为市场数据和行业体感都相当不好，平台们倒还是挑了一些好看的数据来发布，比如618的正经寿星京东说自己618的成交额、订单量齐创新高，京东直播订单量也同比增长超 200%。淘天集团也说365个品牌在天猫618活动期间成交额破1亿元，超 3.6 万个品牌成交额，比去年同期翻倍。但大市场的数字就没这么好看了。金石数据统计说，这次618电商全网销售总额是7428亿元，比2023年同期下滑了 7%， 是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这其中又有起落，京东、淘天、拼多多代表的综合电商成交下降了 6.9%， 抖音、快手和淘宝直播代表的直播电商则上涨了 12.1%。 抖音在618第一个周期里成交额虽然增长了 30.2%， 但比起去年的 70% 已经在显著放缓。直播电商看着总盘子在涨，大主播们却也不好过。按照飞瓜数据的统计，抖音的几个头部主播如广东夫妇、齐儿、潘雨润618专场的成交额不但没有能像往年那样过亿，而且同比都是 70% 至 80% 幅度的下跌。初代目直播一哥李佳琦在618开始前就已经公开喊话说，今年的618大促会难做。他在618期间干脆转移了重心，去录制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去了。在李佳琦之前，抖音上的一级网红疯狂小杨哥就已经淡出带货直播间，转向了短剧行业。商家们当中还在流传几张京东电商小二对白酒商家们怒其不争的聊天截图。小二点名了近40家京东酒类门店的负责人，一边爆出各家 2% 到 96% 的销售数据降幅，一边批评商家们躺平、熄火、不上进了。还有上进的商家吗？倒是也有，不过结局也不风光。有人爆料说，自己朋友在抖音做女装网店，618周期内10天销售额接近1000万元，但大促周期还没结束，仅退款就退了350万元，退货退款又退掉了380万元，再刨除各项成本开支，预计亏损50至60万元。这个故事一发出来，就在社交网络上刷了屏，吓得博主删掉了笔记原文。不过故事里给出的 70% 至 80% 的总退货率，却得到了大多数从业者的确认， 80% 就是2024年电商女装的普遍退货率。80%什么概念？商家每卖出去5件衣服，有4件要被退回来。这是为什么现在女装网店的预售期越来越长，动不动就14天、20天。很大原因是商家为了等第一批买家把货退回来，再发给第二批买家。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行业里有3个共识。一个共识是，消费者对618和双11这类促销节日的信任前几年逐渐消磨掉了。一开始，电商平台们为了把促销节庆的品牌效应树立起来，天然有动力加大折扣力度，而品牌商家们在市场扩张期也乐于做这种投入，给自己引流。但等到消费者养成了习惯，每到大促节日就自动买，在平台和品牌商家看来，节日可以有，折扣就没必要了。于是平台和商家都开始用各种复杂的满减和凑单规则来变相削减折扣力度。所以前些年的电商促销期间，你经常能听到一类抱怨，说商品们都是先涨价再降价，优惠促销日渐名不副实。第二个共识，电商和零售行业的低价策略常态化，正在消解618和双11这类促销节日的存在意义。这几年在线下零售业态里，先是出现了07折扣来帮着新零售品牌们消化库存，随后又出现了全面折扣来替代07折扣。零食很忙和盒马都是其中的典型。在线上呢，2023年双11结束后，拼多多的市值第一次超过阿里集团，随后仅退款就成了不少电商平台的标配。平台们扭转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在存量时代，无限低价、无限迎合买家才是主流生存策略。也就从2023年起，电商平台们纷纷上线了各自的100亿补贴。京东不再强调品质电商，而是喊出真便宜的口号。淘宝、天猫在2023年的双11就拼起了全网最低价。进入2024年初，抖音电商终于也没忍住，把价格力设定为了全年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谁便宜谁获得流量。同样的，进入2024年的618，各大平台也不约而同砍掉了复杂的促销方式，直接强调低价。但618的低价在全面低价的大环境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环。
第三个共识听起来更吓人，我们借用观察者魏诗杰的总结，在去品牌化的低价时代里，平台与电商的关系从商家越大，我也越大，转向了当下的管你死活，我先变大。这里面的我指的是电商平台，这个转变也很好理解，电商平台们为了维持增长或保住份额，一致转向了对消费者的无限迎合，而行动转向需要成本。谁来充当成本和血包？品牌商家。专栏前段时间讲过的出版社集体抵制京东618事件，就是这个共识的典型写照。京东强制要求出版社们按照平台制定的折扣标准来参加图书促销，哪怕有出版社不同意，京东也会自动修改图书价格，直接替出版社们发货。2024年3月，抖音也效仿拼多多开始内测电商改价系统，也就是敦促商家授权系统可以根据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动来改动自家商品的价格。这也是在把商家改造成引流的血包。女装品牌茵曼曾经是被阿里集团写进 IPO 招股书的成功淘品牌，这个618它也没法跟电商平台一条心了。茵曼创始人方建华发起了一个呼吁，请有关部门介入打击强制运费险。方建华说，随着竞争加剧，平台普遍开始强制商家付费开通退货运费险，这大大增加了商家的经营压力。当前电商平台退货率普遍 60% 左右，销售到账率仅 30% 左右，跟3-4年前正好反了过来。他还算了笔账说，当退货率达 50% 时，一个成交用户需要承担另一个退货用户退货成本，而当退货率达 70% 时，一个成交用户需要承担2个退货用户的退货成本，长期以往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消费者越来越难买到好产品。方建华的担忧也确实开始在市场上有体现了。商家们为了对抗成为血包的命运，最快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减配。618期间， TCL 同样在拼多多和京东出售一款65英寸120赫兹的电视机，在拼多多卖2199元，在京东卖2399元。如果光看价格确实是拼多多便宜，但有人仔细询问客服之后发现，这台电视机在2个渠道里各种配置都一样，唯独在拼多多渠道发售的电视不带更好视觉体验的 HDR 功能，相比京东渠道的电视悄悄降低了配置。电视机虽然减配，至少还是合格产品。再看看退货率高达 80% 的女装行业，抖音上有个头部女装店罗拉密码，常年霸榜服装类主播带货榜第一的，5年来在抖音攒下了500万粉丝，年销售额能拉到数十亿元。但2024年5月初，罗拉密码在干完最后一场直播，全体工作人员在直播间向用户鞠躬，宣布此后停播、关店、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创始人算了笔账，意识到自己会被劣质的竞争对手给拖垮。罗拉密码是个心气儿还挺高的高端原创女装品牌，创始人在香港、米兰、深圳各种拿设计奖，但在平台追逐低价的今天，公域流量本来就倾斜给了更低价的产品，罗拉密码必须高价买量才能卖货。而这还没完，它一旦推出原创新款，竞争对手马上会用低价减配仿品来节流，这又反过来推高了罗拉密码的退货率。这个游戏它确实玩不动了。而罗拉密码的竞争对手们也没办法一劳永逸，永远会有新的玩家冒出来，用更低的价格和劣质的品质加入竞争。所以女装行业 80% 的高退货率真的都是消费者们不讲道理吗？也不是，而是低价减配这个死亡螺旋不断磨损掉消费者们对拆开的快递的好感度。以上是我们在2024年618期间注意到的电商卖家们的业绩和心态崩坏变化。这种变化会消灭接下来的双11和来年的618吗？会怎么影响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关系的走向？有待我们继续观察，也不能只给你讲坏消息，我们看2个积极的苗头吧。一个是京东作为平台在尝试跳出死亡螺旋。京东今年在 C 端市场搞618大促的同时，开始探索企业版618，他总结了一套理论叫 B 货、B 厂、B 服务，来概括企业采购的需求，想把商业采购变成618的业绩支柱之一。另一个是有一批不同垂直类目的中小博主开始转战小红书做买手，在小红书的直播间里售卖高客单价的非标品，摸到了不错的业绩。比如有个时尚博主叫和搭，小红书粉丝量只有10几万，但618单场 GMV 却做到了1350多万。怎么实现的？和搭所代表的中小博主们日常就把小红书当朋友圈来用，展示日常生活和情绪，过程中已然跟粉丝们缔结了深度关系。和搭在日常生活里推荐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糖三角腋下包，
这本来是品牌卖得不好，准备下架的一款产品，但和搭的私人趣味反而给产品赋予了情绪溢价。在他的推荐下，这个即将下架的包得以复活，成了爆款。最近有位朋友还跟我说起小红书上一个有意思的账号，竹本创始人刘倩飞。竹本也是一个前些年新消费大潮里创立的国产护肤品牌。前2个月，他的创始人把一些临期产品放在小红书，老老实实承认卖得不好，打算卖完就下架退市，没想到直白坦率的叙事吸引来了一大批新买家，也让这批产品得以复活。所以也许可以说，电商购物节被低价解构之后，我们可能要进入一个品牌低价常态化以及和真人比拼深度关系的时代。你对行业的走向有怎样的分析和猜想？期待你的讨论。近期市场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化是，新能源汽车厂商们做老板 IP 的风潮还方兴未艾，接班人 IP 这种玩法又已经来了。如果你知道它对应的是哪件事，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大家科普一下。再见。